萧炎的目光停留在摘星老鬼的假肢上，看样子这老鬼虽然捡了一条命回来，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摘星老鬼察觉到萧炎的目光，眼睛瞬间血红，他冲着萧炎怒喝：今日他必要报断臂之耻！说罢，摘星化为一道黑雾冲向萧炎。萧炎手掌一握，三团异火瞬间浮现。摘星老鬼，另外一只手臂你也不想要了？异火的高温让摘星老鬼联想到火莲的恐怖，他瞬间恢复了一些理智。这次他身负店主亲自交代的任务，绝不能出什么差错。如今萧炎身旁强者如云，他想要报仇必定会有大消耗，到时万一影响任务，他绝对吃不了兜着走。想到这里，摘星老鬼只好咽下心头升腾的杀意。待一计之事完毕，老夫再来好好收拾你。萧炎一声冷笑，随时奉陪。以他如今的实力，他有信心一个毁灭火莲就能让这老鬼尸骨无存。青林小声问紫妍，他们是跟这些家伙有过节吗？紫妍点点头，他老气横秋地拍了拍青林的肩膀，让他等下打起来不要留手，能杀一个是一个，以此来弥补他先前的过错。青林认真地点点头，既然是萧炎少爷的对头，那他肯定是不会留情的。萧炎无奈地瞥了他们俩一眼，轻声说：等下不要急着出手，这些宝贝先到手，对他们来说反而会是祸害。光团的封印一消失，其中的卷轴瞬间化为一道流光掠出。与此同时，那些石雕傀儡也猛地睁开了紧闭的双眼，卷轴中弥漫的古老气息让不少强者呼吸陡然加重。天阶斗技出世了！随着这道声音响起，无数强者冲着那些卷轴而去，而后为了他们大打出手。萧炎拦住蠢蠢欲动的紫妍，让他先不要动手。望着空中混乱的战场，唐振笑着说：等下他们各自出手，既然来了这远古遗迹，自然不能空手而归。萧炎刚想点头，凄厉的惨叫声突然响起，只见那些彻底苏醒的斗尊傀儡大开杀戒，短短瞬间10座周围100米内染尽鲜血。萧炎发现这些傀儡的眼中燃烧着极度旺盛的杀伐之意。天火尊者说，这些是远古人傀，他们以特殊手段将强者的灵魂抽出人体，封印在傀儡体内。这种方法制造的傀儡不仅拥有神智，还能施展斗技，远比寻常傀儡棘手得多。萧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，他看了一眼混乱的大殿，等下他会出手试试看能否抢到一卷卷轴。他让其他人不要出手，贪多的话他们只会引火烧身。其他人刚应下萧炎的话，一具人魁带着自己鲜血淋漓的长枪直奔萧炎等人。小医仙上前将人魁拦住，萧炎则在他身后想要试试看自己能否控制住这些人魁。可惜这些人魁的印记是那位斗圣强者亲自布下的，以萧炎现在的实力无法将之抹除。眼看凤青儿他们和冰河谷都已经加入了卷轴抢夺战中，萧炎收住心中的惋惜，让天火尊者他们帮自己拦下其他强者。很快萧炎就选定了半空中一道红色的流光，这个卷轴和火属性能量有关，最适合萧炎不过，而且和其他的卷轴相比，这边的强者也要少一些，抢起来也会顺利点。萧炎脚掌一跺，他的身形如同一条庞大的火龙一般冲了进去。他的举动让这处圈子唯一的一名斗尊脸色一沉，那人手掌一握，一柄巨大的开山斧出现在萧炎头顶，玄重尺和开山斧撞击在一起，一尺将那名一星斗尊震退后，萧炎再度看向赤红卷轴。赤红卷轴极为敏捷，他在众多强者的联手下依旧逃得很欢乐。萧炎在闯进赤红卷轴周身2丈距离时，周围那些已经杀红了眼的强者纷纷出手，近100位强者的攻击声势浩大到萧炎脸色一变，不过他并未转身，而是再度朝前一踏，抓向卷轴。就在那些攻击即将落在萧炎身体上时，他身后的空间微微波动，天火尊者、紫妍和青灵等人出现，一道厚实的能量光盾弥漫，他们几人联手扛下了这些攻击。此时半卷赤红卷轴也终于落在了萧炎手中。萧炎刚想用力，突然脸色一变，一只干枯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卷轴另一边。想独享宝贝，未免太天真了点。见萧炎看向自己，陈天南右拳紧握，对着萧炎的脑袋狠狠轰去。
一道金光浮现，陈天南的拳头重重地落在了天妖魁身上。见状，陈天南脸色一变，急忙收拳。天妖魁恐怖的铁拳也狠狠地轰向他的脑袋。陈天南不甘地松开手掌，身形急忙暴退。萧炎将卷轴死死压制住后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之收入纳戒中。与此同时，紫褐色的火焰涌出，他浩瀚的气息暴涌。周围那些眼睛血红的强者也逐渐冷静下来，他们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天火尊者等人，最后不甘地扭身离开，加入其他卷轴的争夺战中。这些人离开之后，萧炎看向被天妖魁打得有些狼狈的陈天南，这次他绝不会放过这个老杂碎。陈天南的实力约莫在2星斗尊左右，而天妖魁即便是遇上3星巅峰的斗尊都不落下风，所以他们交手间，陈天南被天妖魁死死地压制着，久战都是下风。陈天南已经心生退意，这次他就是看萧炎四面受敌，想要来落井下石的，但现在他只想先跑，等魂殿找萧炎麻烦的时候，他在暗中出手杀了他。想到这里，陈天南不再恋战，他正想跑时，一股炽热的恐怖劲风袭来，仓促迎敌的陈天南被生生震退了10几米。见萧炎面无表情，一步步走向自己。你想杀我？凭你这1星斗尊的实力？陈天南怒笑一声，他刚想抢先出手，身后猛地传来一股凌厉的劲风。天妖魁抡动拳头，不断砸向陈天南。陈天南心中暗暗叫苦，这样下去，他迟早会重伤在傀儡手中。陈天南强行挣开天妖魁的攻势，身形猛地倒飞。陈天南心头刚松了一口气，突然全身的汗毛倒竖，掩天印3个字悄然在他耳边响起，一道巴掌大小的紫褐色手印落在他的后背上。陈天南的身体狠狠地撞在坚硬的柱子上。小杂种，此仇不报，我陈天南枉为一宗之主，日后定要你为今日之举后悔。他挣扎着站起身后，怨毒地看了萧炎一眼，转身便走。他刚转身，一只暗金色的拳头洞穿了他的胸膛。以雷霆手段斩杀陈天南后，萧炎便将天妖魁收入纳戒。天火尊者和小医仙等人也再度围了过来。天妖皇族、风雷阁、冰河谷和焚炎谷都得到了1卷卷轴，还有2卷落在了2位实力颇强的强者手中。萧炎并不打算再去争抢其他的卷轴，那些卷轴给他的感觉并不像是天阶斗技，他们怕是都被耍了。小医仙眉头紧皱，他目光一转，魂殿那些家伙想干什么？此时摘星老鬼正带着魂殿强者呈包围状缓步走向大殿中的那具骸骨。紫妍跃跃欲试地问，要出手将那些家伙拦下来吗？萧炎紧盯着石座上的骸骨，半晌后他的眼瞳陡然一缩，他看见骨骸的手指细微地抖动了一下，意识到斗圣骨骸是活的。萧炎脸色巨变，他的心头突然升起一种十分不妙的感觉。萧炎猛地一把抓住身旁的紫妍和青灵，快退！小医仙他们很疑惑，但都很听话地跟上了萧炎。他们身形急退时，目光狂热的摘星老鬼盯着玉白色的骨骸，大手抓了过去。就在他即将碰到骨骸时，那里的空间突然发出一阵细微的蠕动，无数根极为尖锐的空间尖刺狠狠地刺在摘星老鬼手掌上。摘星老鬼急忙收回手掌，只见他掌心中流出了不少鲜血，其中有几滴轻轻地滴落在斗圣骸骨上。一股极度不安的情绪自摘星老鬼心头弥漫。当所有血液渗透进骨骸时，摘星老鬼眼瞳一缩，他发现这具骸骨中居然再度涌现了些许生机。糟了，快退！摘星老鬼反应很快，但他身后的魂殿强者们却慢了一拍。石座上空洞洞的骷髅头中浮现2团淡淡的血红色，一道惊天动地的咆哮声瞬间化为实质般的音波，以石座为中心席卷开。那几名反应慢的魂殿强者瞬间化为血雾，就连早早跑了的摘星老鬼也被音波波及。不过他实力强横，再加上跑得快，只是受了一点伤。大殿中那些正在抢夺卷轴的强者全都砰的一声爆裂成无数血雾。音波消散后，所有活下来的人都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。先前死在音波之下的至少有上百人，其中还有着2位斗尊强者。从变故中回过神的唐振等人猛地看向逃出升天的摘星老鬼。摘星老鬼，你干了什么？